在冷战期间，美国和苏联积累的核武器数量足够毁灭地球数十次。进入1990年代以后，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遗产，核对抗的强度得以大幅度缓解。尽管数十年来，美俄两国在削减核武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，但是两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依然遥遥领先。目前，世界90%的核弹头归属于美国和俄罗斯。截止到2022年，俄罗斯可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约5977枚，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则在5400枚左右。相比于冷战时期，这一数量已经大为缩减。世界核弹头数量的峰值期出现在1986年，当时全球的核弹头数量估计约70300枚，如今这一数量已经下降到12700枚左右。人类对核武器的大规模削减和销毁主要发生在1990年代，如今这一进程仍在持续，但是节奏已经相对放缓。随着美俄之间关系的紧张和相互之间不信任的加剧，两国的核力量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。下面就让我们从两国核武器发展的历史、现状和发射平台性能等几方面，对美俄真实的核力量进行一次全面的对比。在1930年代末期，有关核裂变的研究成果以及核武器的理论依据已经愈发成熟。到了1941年，美国正式批准了原子弹研究项目。1942年，曼哈顿计划正式开始，军方负责人是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少将莱斯利·格罗夫斯，科研负责人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罗伯特·奥本海默。参与曼哈顿计划的总人数超过13万人。资金投入相当于今天的近260亿美元。最终，曼哈顿计划诞生了两种类型的原子弹，一种是结构较为简单，但是稳定性较差的枪式，另一种是结构较为复杂，但是稳定性较好的内爆式。前者的产物代号为小男孩，后者的产物代号为胖子。1945年8月，美国的 B-29轰炸机分别在广岛投下了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，在长崎投下了代号胖子的原子弹。世人第一次见识了核武器的威力。日本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战略核打击的国家。1947年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成立，接管了美国核武器的研制项目，曼哈顿计划正式终止。此后，美国借助曼哈顿计划取得的科研成果和建立的多个尖端实验室，继续在核动力和核武器领域进行研究。在1950年初，美国开启了氢弹研究项目，并于1951年和1952年成功引爆了2枚氢弹试验装置。1954年，美国第一枚实用型氢弹试验成功。此后，核武器的体积大幅度缩小，而仍能保持巨大的爆炸威力，实战性得到大幅度增强。为了与美国抗衡，在美国曼哈顿计划之后，苏联也正式启动了原子弹计划。
早在1930年代初期，部分苏联科学家便开始讨论核武器的可能性，并一直怀疑美国和英国在秘密研制相关的超级武器。尽管苏联在核武器研究领域有所投入，但是进展缓慢。直到苏联高层在得知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威力后，情况才得到大幅的改善。根据所收集到的德国核武器计划以及美国曼哈顿计划的相关信息，苏联加速推进了原子弹项目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，并集合了大批顶尖科学家参与其中。1949年8月，苏联首枚原子弹 RDS 一试爆成功。美国获悉苏联拥有制造原子弹的能力后，加速开展了氢弹研制计划。1951年 ，RDS 2试爆成功。1953年，苏联的 RDS 6氢弹试爆成功，实现了与美国在核武器类型上的平衡。1961年10月，苏联在巴伦支海附近的新地岛空投了一枚威力巨大的氢弹，代号 RDS-220，这就是沙皇炸弹。它是迄今为止人类引爆过威力最为强大的炸弹，爆炸威力相当于5000万吨 TNT 炸药，是美国投入广岛原子弹威力的3800倍。爆炸产生的火球直径高达9200米，产生的蘑菇云宽度近40公里，高度约64公里。爆炸产生的电磁冲击波造成大范围无线电失灵，大气产生的波动整整环绕了地球3圈。自美苏两国拥有核武器以来，便开始了针锋相对的较量。其中最重要的竞争环节就是核弹头的数量。在进入1990年以后，俄罗斯对核力量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苏联时期。尽管一再削减核武器的数量，其前提依然是与美国保持对等和平衡。尽管自冷战以来，美俄两个核大国之间对核武器的数量进行了大规模的削减，但是迄今为止，世界上90%的核弹头依然归美国和俄罗斯所有。从全球范围来看，核武器的数量呈下降趋势，但是在过去30年间，核武器的削减速度已经明显放缓。目前，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可能为5428枚。其中1644枚处于战备状态，其余3000余枚处于储备状态。俄罗斯目前拥有的核弹头数量超越美国，可能保存有5977枚核弹头，其中1588枚处于战备状态，其余4000余枚处于储备状态。尽管美俄两国销毁核弹头的进程仍在持续之中，但是仅以两国现有的战备级核弹头数量，就足以令整个世界陷入毁灭。美国和俄罗斯处于战备状态和储备中的核弹头，大多数属于战略级核武器，其中还有一小部分属于战术级核武器，其破坏力相对更小，但是却更加危险，因为任何级别的核武器投入战场，都有可能引发核大战，对人类造成灾难性的影响。俄罗斯的核武器分布在4个领域，第一个领域是陆基发射井，第二个领域是陆基移动发射，第三个领域是海基潜射，第四个领域是机载空射。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军控制所有的陆基核武器，俄罗斯海军控制所有的潜射核武器，俄罗斯空军控制所有的空射核武器，具体执行机构为远程航空兵司令部。俄罗斯长期奉行核抑制战略，认为核武器是最为有效的战略威慑，极力保持与美国的核力量平衡。
认为核力量是俄罗斯保持军事大国地位至关重要的因素。俄罗斯于1993年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，不排除先发制人的攻击方式。俄罗斯在核武器的运用上强调首次密集打击，运用海陆空多方位进攻手段，保证决定性的初期胜利。在俄罗斯，核武器的使用权通常需要获得3方许可，分别是俄罗斯总统，即俄罗斯武装力量最高指挥官，另外2方分别是俄罗斯国防部长以及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。目前位于以上职位的3人，分别是俄罗斯总统普京、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以及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。核武器的启用方式可能包括2种，一种方式是通过俄罗斯 Kaspeck 电子指挥和控制网络，另外一种方式是被称为 Perimeter 的自动核武器控制系统。这2套系统是俄罗斯级别最高的指挥和通信网络，前者可以视作俄罗斯核力量的常规指挥控制系统，后者可以视为是备用系统。俄罗斯拥有核使用权的3人通常会随行携带核公文包，其中搭载的就是 Kaspeck 电子指挥和控制网络，可以保证3人在第一时间保持战略通信畅通。而 Perimeter 为第2套方案，当俄罗斯决策层受到攻击无法操作常规系统时， Perimeter 系统会在特定时间自动发起核反击，该系统是否处于运行状态尚未可知。该系统也被美国称为是末日机器。美国的核武器由美国战略司令部管辖，主要分布在3个领域，分别是陆基发射、机载空射以及深海潜射。美国战略司令部成立于1992年，负责导弹防御、战略威慑、信息战、导弹防御、太空战等领域。总部位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福特空军基地，由美国战略司令部直属的核威慑部队，包括第134太平洋战略核潜艇特遣队、第144大西洋战略核潜艇特遣队、第124核战空中指挥特遣队、第204战略轰炸机特遣队、第24洲际弹道导弹特遣队以及第294空中加油特遣队。美国将战略核威慑作为美国国防战略的基石，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。在核武器的运用上，美国强调摧毁目标核力量，使其无法进行核反击，同时强化防御网络，保证自身安全。在美国，核武器的使用权集中于美国总统一人，作为美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，美国总统有权下令使用核武器，通常会随行携带核公文包，该公文包由5名军方代表中的1人携带，这5人也分别代表了美国空军、美国陆军、美国海军陆战队、美国空军以及美国太空军。作为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，美国的核武器运用和验证过程实际上非常复杂。在核公文包中会包含一份指导手册，内含一份目标清单，罗列着美国核武器可以打击的重要地点。包内还包含有一套最高级别的通信和验证系统。在授权使用核武器时，美国总统需要输入一个随身携带的代码，以验明自己的身份。目前，美国总统可以无需军方和国会的授权，自行决定是否动用核武器。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，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核按钮。核公文包实际上是一套战略通信和指挥系统，用于向执行机构下达指令。由于爆发核战争带来的毁灭性后果，对核威胁的判定标准以及发动核攻击的程序都异常的严苛和复杂，
核武器是美俄的最终底牌，一旦打出底牌，地球上只将存在幸存者，而没有任何赢家。美国的战略核武器主要包括前射的3叉戟第5型弹道导弹，以及陆基的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。目前，美国能够发射3叉戟第5型弹道导弹的平台为俄亥俄级核动力巡航导弹潜艇，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采用导弹发射井发射。此外，美国还拥有 B-52同温层堡垒、B-1枪骑兵以及 B-2U-03款战略轰炸机，用于投射战术型核弹或战略型核弹。3叉戟第5型，又称3叉戟2型，是一款潜射弹道导弹，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，于1990年投入使用。单枚3叉戟2型的成本接近4000万美元。3叉戟2型长约14米，直径约2.1米，内含8到12枚美国 W88 型热核弹头或美国 W76 型氢弹弹头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，射程估计超过12000公里，极速约24马赫。如果配备12枚 W88 型热核分导式弹头，单枚3叉戟2型将到达570万吨 TNT 当量。3叉戟2型由美国俄亥俄级核动力潜艇搭载，每艘俄亥俄级可以携带24枚3叉戟2型潜射弹道导弹。俄亥俄级核潜艇于1981年投入使用，现役18艘，其中14艘具备搭载3叉戟2的能力，其余4艘已改造为巡航导弹核潜艇。俄亥俄级核潜艇的潜航排水量接近19000吨，潜航深度在240米左右，水下极速在20节以上，艇内成员在150人左右。每艘俄亥俄级潜艇的建造成本约合如今的30亿美元。B-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是美国服役年限最长的轰炸机型之一，于1955年投入使用，现役76架，具体型号为 B-52H。B-52H 长约49米，翼展约57米，空重约83吨，最大起飞重量约220吨，负载能力约120吨，主动力单元为8台涡扇发动机，最大航程在16000公里左右。可以携带美国 B-61型战术核弹以及美国 B-83型热核弹，后者相当于120万吨 TNT 当量。B-1B 枪骑兵是美国空军的一款超音速可变后掠翼重型战略轰炸机，于1986年投入使用，现役62架，储备24架。B-1B 长约4米，翼展约42米，空重约87吨，最大起飞重量约216吨。主动力单元为4台涡扇发动机，极速约1.2马赫，最大航程约12000公里，可以携带16枚 B-61型战术核弹或一定数量的 B-83型热核弹。B-2U-0是美国最先进的隐身战略轰炸机，于1997年投入使用，现役20架。B-2长约21米，翼展约53米，空重约72吨，最大起飞重量约170吨。主动力单元为4台涡扇引擎，最大速度 0.95马赫，最大航程约11000公里，可以携带16枚 B-61或 B-83型核弹。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器主要包括潜射的 R-30元垂洲际弹道导弹，以及由陆基发射井发射的 R-36洲际弹道导弹，采用陆基移动发射的 RS-24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和白杨 M 洲际弹道导弹等等。此外，俄罗斯还拥有图160白天鹅、图22M 以及图95战略轰炸机，用于投掷和发射战术或战略核武器。R-36洲际弹道导弹于1976年投入使用，其改进型为 R-36M， 北约代号撒旦，是目前世界上体积和威力最大的现役弹道导弹。R-36的长度约33米，直径约3米，采用液体推进火箭，
射程大致在1万到1.6万公里之间，部分型号能够携带10枚分导式核弹头，大致能够达到550万到750万 TNT 当量。如果携带单枚核弹头，大致能够达到1800万到2500万 TNT 当量。而 36M 的突防能力比较强，除了可以携带多弹头外，部分版本还可以释放大量穿透辅助装置，用以干扰和迷惑反导系统。而36系列采用陆基发射井发射，目前的战备数量可能为46枚。R-24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是俄罗斯较为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，于2010年投入使用，采用陆基移动发射模式。亚尔斯的重量接近40吨，长度约21米，可以携带4个核弹头，射程在11000公里左右，极速超过20马赫。白杨 M 于1999年投入使用，采用陆基移动发射模式，是俄罗斯标志性的战略核武器之一。白杨 M 重约47吨，长度约23米，采用分导式多弹头，射程在11000公里以上，极速约20马赫，可以实现机动变轨飞行，具备较强的突防能力。白杨 M 一次性可携带4到10枚核弹头，具备比较强的破坏力。R-30圆锤潜射弹道导弹由白杨 M 发展而来，长约11.5米，直径约2米，重约37吨，可携带6到10枚核弹头，射程在1万公里左右。由俄罗斯北风之神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配备。北风之神现役的数量为5艘，首舰于2013年投入使用。北风之神级的潜航排水量在24000吨左右，下潜深度达到480米，水下极速接近30节。除此之外，俄罗斯还拥有一艘台风级核潜艇，但是这艘台风级可能已经处于或即将退役。俄罗斯的图95战略轰炸机于1956年投入使用，现役56架，其中40余架为比较新型的图95MS。图95长约50米，翼展约52米，空重约90吨，最大起飞重量约188吨。主动力单元为4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，最大航程接近17000公里，升限约12000米，可以发射搭载核弹头的 KH-22远程反舰导弹，射程600千米，极速4.6马赫，爆炸威力相当于35到100万吨 TNT 当量，专门针对航空母舰等大型水上目标。还可以发射搭载核弹头的 KH-55巡航导弹，射程2500到3000千米，爆炸威力估计相当于20万吨 TNT 当量。此外，还可携带投掷型核弹图 22M， 于1972年投入使用，现役60余架，普遍进行了现代化升级。最新标准为图 22M3M， 升级的重点领域是航电系统。图 22M3 长约43米，翼展约35米，空重约58吨，最大起飞重量约126吨，最大航程7000公里，升限13000米左右。能够携带配备核弹头的 KH-22远程反舰导弹和 KH-15短程超音速空对地导弹，后者的射程在300千米左右，极速5马赫。此外，还可携带投掷型核弹图160白天鹅，是一款可变后掠翼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，现役16架。图160长约54米，翼展约56米，空重约118吨，最大起飞重量约275吨，最大航程在12300公里左右，极速可达2马赫，升限21000米左右。可以发射搭载核弹头的 KH-55巡航导弹以及 KH-15超音速空对地导弹。从整体上来看，
美俄两国的核力量基本可以保持平衡，但是从细分角度上看，两者之间互有胜负。首先从核弹头数量上来看，俄罗斯以5977枚领先于美国的5428枚，但是从战备部署上看，美国则以1644枚的数量领先于俄罗斯的1588枚。从弹道导弹类型上看，俄罗斯拥有的种类更加丰富，而且爆炸威力普遍更大。美国的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以及3x2型潜射弹道导弹的爆炸威力大致在470万到570万吨 TNT 当量左右。俄罗斯 R36M 的爆炸威力在550万吨到750万吨 TNT 当量左右。如果采用单枚核弹头，其爆炸威力直接上升到2000万吨级 TNT 当量。从射程上来看，美俄两国的洲际弹道导弹都能达到1万公里以上的射程，无论采用陆基发射还是深海潜射，都可以覆盖对方的大部分疆域，并囊括所有重点目标。从武器发射平台上看，美国更占优势。美国具备发射潜射核武器的俄亥俄级潜艇共有14艘，每艘俄亥俄级可以携带24枚3x2型弹道导弹，共计可以携带336枚3x2。俄罗斯具备发射潜射核武器的北风之神级潜艇共有5艘，每艘北风之神级可以携带16枚圆锤弹道导弹，共计可以携带80枚圆锤。俄罗斯在海基核力量领域明显落后于美国，美国目前拥有的战略轰炸机总数在200架左右，而俄罗斯拥有的战略轰炸机总数则在130架左右。美国战略轰炸机的航电系统和信息化水平要优于俄罗斯，并且拥有隐身轰炸机型。综合来看，俄罗斯在陆基核武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，美国则在海上和空中占据优势。美国的发射平台更加先进，而俄罗斯的核弹头威力更大，并着重发展突防能力。两国在此消彼长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，既没有一方甘愿落伍，也没有一方愿意挑起核竞赛。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更多精彩视频，欢迎您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搜索武器沙漏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